来吧，咱们说说大家都关注的这个留学生事件。路透社有人就在那儿贴了那么一个帖子啊，把路透社的一个标题附在下面，上边就写了这么一段话，说美国将开除所有学习半导体、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领域的中国留学生，将一次性吊销27700名留学生的签证，并陆续开除其他中国的留学生。2026年啊，把中国学生赶出所有的理工科、文科留学生不会被直接吊销，但是要检查你是不是有反美思想。这件事儿呢，我跟您这么说吧，我找路透社里边的一个编辑进行了核实，这条消息是假的，没有这条消息。他们类似是有一个接近式的报道，这里边什么27700名学生什么的啊，另外什么这个什么赶走所有的理工科，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啊。这个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跟大家讲，这个事儿是假的。那整个的情节程度会比这个假的帖子说得更轻吗？错了，会更重。我查到一些数据，根据国际教育协会的一些数据，在那儿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都主修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相关的学科。有多少呢？2024年的数据，攻读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占总人数的23.3%，将近1/4啊。有17%主修工程学科，那就有航天航空了，有这些东西啊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两个加起来已经过了40%。另外，有12.7%的学生选择了商科，商业和管理。另外呢，有12.8%的学生选择了其他学科。另外还有社会科学的学生有10.7%，人体和生命科学有10%。这两个我不知道会不会入卢比奥的法眼。他说的那4大项包不包括？那我学医学的，这里边是人体和生命科学。那这里边甚至包括像石正丽他们那样的那样的研究领域都包括呀。那这10%算的不算的那40%里，我不知道啊。也就是如果那凡是沾科学边的社会科学稍微勉强，但是我认为人体和生命科学这个应该算。刚才说了多少？40%，再加这10%多少了？这就50%了。也就是它标明挂号的敏感学科，刚才说的是40，那现在留学生的总数是277398。刚才造假那帖子说了个27700，他给乘了个10%啊。那现在算呢不止40啊，还没算人体和生命科学。你要这么算的话，按照那4项就有超过11万的中国学生将被驱逐。那你要再把那10%加上，那你还再加27000，那就有将近14万的学生会被驱逐，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，一半。这还没有包括另一项，也就是卢比奥说这2项，这是敏感学科，前边还一条呢，和中共有联系的。那我那天质问，这什么标准啊？这什么叫和中共有联系啊？您得有个说法啊。结果有一位在美国的学者呢，他列了这么几条啊，我不知道他说这对不对啊？他列了这么几条。第一条，中共官员的子女，对吧？这肯定有联系。第二，美国大学里边都有中国学生会，是由中国使领馆在那儿直接组织的，直接领导的。在校园里边有一些，你比如说在微信圈啊，或者是一些平台上有一些中国其他留学生怎么样，或这帮学生会的人去攻击这些人，检举、监视等等这些中国留学生，他们是很猛的啊。所以说这帮坏玩意儿啊，有很多都是中共党员啊，他们举着党旗在那儿开会啊，这是一部分人，我认为这个说的对啊。另外呢，中国留学生里边确实有党支部、有党组织。那就更甭说了，这不是有联系，就是共产党啊。第3波、第4波，中国国家选派到专业领域的学生和研究人员，那就是专门到美国这执行任务来了
啊，这个也有啊，甚至有的公派留学生，这也有，这4类了。第5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留学生，跑到人家美国那个航空母舰那儿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放无人机在那儿拍的，抓的好几波了，都是学生，都是留学生。这个有啊，小粉红。第6，那就是在研究项目上本身就脚踩几只船，和中国的大学各方面合作，盗窃知识产权啊，用这个双方的知识产权啊来在里边获利的这些人，他可列了这6种人。我认为这6种人都符合卢比奥说的那个定义，我认为他说的非常正确啊。那刚才说了。按照那个什么那4项的话，那4个大写字母加起来是4成，如果算上人体和生命科学就是5成，那再加上这帮人呢，我看也得有个5%吧，也就是过了半了，过半啊！整个这一块，那真的都给轰走吗？昨天呢，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又做了一些口气上的缓和。那记者问呢，你们这真都给轰走吗？他讲呢，我想向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保证，他的政府主要打击学术界的行动中，在这场行动中说他们会没事儿的。川普呢后来又说了一遍，说他们会没事儿的，一切都会顺利的解决。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我们的个别学生，这对所有大学都是如此。他跟记者呢是做了这么一些说法了。做了这么一些说法，他做了一些缓和，但说的很虚。那你到底说啥呢？那卢比奥那儿斩钉截铁说的那2大类，那国务院正式发的通告啊，那就不知道了啊。所以说呢，这造假的帖子里说了个27000，可是不止，你才说了个10%。我今天查的是官方的数据，严格讲吧，40%到50%，到这么多。当然有些争议了，说那你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说到中国留学生就都是这样吧？那倒不是啊，但这里边确实有不少的害群之马，有不少的老少粉红。当然，向往自由世界的人那还是很多的了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呢搞了一个统计，说中国留学生读完了以后留美的比例其实是很高的。特别是中国就读科学和工程博士专业的这些毕业生，在毕业以后留在美国的比例，您猜有多少？就是此时此刻有83%，原来都有9成以上啊，有83%。那其他各国，那还有印度人啊等等，全算上，大家平均留美的比例是73%，中国这些人的比例啊，学这些的学成的这些人留在美国的比例远高于平均的水平。所以说你把这帮人都轰走了，这也是你美国的一个损失啊。因为前期教育都是需要政府花钱的，等于呢都在中国，人家中国政府替你把这帮人培养多半成品了，然后到你这儿来，你最后给提高加工一下，等于前边那部分钱你可没花。你美国捡一大便宜，最后这些人都留在了硅谷，留在了美国各行各业，这是美国的一个财富啊。所以说呢，你这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确实是有它的问题了啊，留美的比例是很高的了。不过呢，现在有白宫内部人士现在跟那个国会山透露，跟国会山媒体透露说，美国的对华政策现在是由卢比奥在主导。那我们就理解了，前一阵儿你说这个什么学生签证啊等等对外关系，卢比奥现在是真有实权，因为他兼着4个差事呢，国安顾问也是他，国务卿也是他，还有那个什么那对外办的那主任，他4个差事啊，我估计是不是拿4份钱我不知道。现在卢比奥这边卢比奥那边贝森特，那现在一文一武，现在一文一经啊，2个人现在是手握重权。那和川普2个人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现在主打下手的就是卢比奥。那卢比奥对中国啥态度，各位心里都有数了。反正呢，最后到一定程度，川普给往回说说，差不多得了啊。那因为这一个是你想这10几万都给轰回去，那这首先学费这各大学就亏不起啊。
再加上你说这对美国啊整个的根基确实是有所动摇。